有请主持人赵串。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谢谢大家。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听到的几位老师是谁？他们是著名的节目主持人左岩老师，欢迎；著名情感作家陆琪老师，欢迎；华谊嘉信的高级副总裁曲瑞老师，欢迎；著名节目主持人涂磊老师，欢迎。接下来一起分享老师们的人生智慧，了解一下这对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认识他之前，我很不快乐，我身边的人对我有很多误解，包括我父母，所以我很珍惜这段感情。他对我还算可以，但是他有时做事和思考一些问题很极端，我一直想让他改变，但斗而不行。我对这段感情很没有自信。我把他当做我唯一的依靠，我希望他在乎我，别做让我不开心的事儿。跟他在一起，我特别压抑，他的性格很消极，现在已经很影响到我。两个人都这么不开心，不如就早点放弃吧。你是我的全部，可是我却要放弃你。掌声请出这一对，掌声有请。男嘉宾小鱼22岁，来自河北销售；女嘉宾小陈25岁，来自河北待业。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小陈在短片里说了一句话，我印象挺深的，说在你们俩认识之前，你有一段特殊的经历，是吧？对。这特殊的经历是指什么呢？在我高中毕业的时候，高考失利，然后在家休息了几年之后，因为我父母两个人离婚了，然后导致我没有安全感。呵，自己就往上套了哈。高考失利是吧？然后之后就在家里休息。在家里休息。没做其他的事儿吗？没有在复读啊或者工作什么的吗？没有。在家里待了几年？待了大概3年。然后父母离异了。是。啊，所以他说他没有安全感。那你们俩是在什么时候认识的？怎么认识的呢？主持人，我们是在网上认识的，就是打游戏嘛。然后有一次我约他出来见面，然后第一印象就是说对他挺好的嘛，挺天真的一个小姑娘，挺漂亮的，然后就是对他有好感的。再后来就是频繁多次约他出来，我就向他表白，然后我俩就在一起了。哦，那算网恋是吧？差不多吧。你在这个小片里面说到一个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想放手了是吧？对，因为我跟他在一起真的是特别不自在，我特别累。比如说什么事儿使你不自在呢？就是比如说他喜欢看我手机嘛，最起码情侣之间一些信任应该是有吧，但是他做不到。我微信有个小号嘛，他小号是什么意思？就是里边加一个老同学，让平常聊聊天，一点暧昧的话题没有聊过。你们两个加微信，他在微信上追你，后来他叫你出去吃饭，你没有不同意，这种状况不是暧昧吗？我感觉和老同学一起吃个饭没什么问题吧。但后来我也是，我说我知道我错了，然后我当他面自觉的把我的女同学删了。不是，没什么问题，怎么又知道自己错了呢？因为他和我生气嘛，他自己把自己锁房屋里一个星期，不见我也不工作，给自己关在自己的屋子里郁闷几天不行吗？我真的比较害怕他这种行为。你认为他错了，是搞暧昧是吧？是。你是打心里觉得确实错了呢，还是基于他的态度你害怕了？他和我耍嘛。行，那后来怎么好的呢？然后后来就是说，他和我提一个特别荒唐的要求，主持人，他说咱俩去北京吧，说一个新的环境，新的开始。我不想去嘛，因为唐山有我所有的一切。他也是性子倔嘛，然后自己收拾行李去北京了。我给他打电话，我说你回来吧，他也是不回来。然后就是我过去了，我就是想让他回唐山嘛。我可以说是真的是苦苦哀求他，好话说尽，然后我两个就是回到了唐山。哎，你那么决绝的去，怎么就回来了呢？我还是喜欢他，还是爱他，我想和他在一起，所以说我就又回唐山了。但是主持人他回唐山以后不工作，然后就每天和我吵架。然后他也是特别荒唐的要求吧，说咱俩结婚吧，给我带他家去见他爸嘛。然后我说我不同意。你不同意什么？我不同意现在结婚，因为现在结婚我感觉我摸不到我们俩结婚就是会是什么样，未来摸不透。然后主任他有一个目的，就是说他不现在租房嘛，在市里一直跟他表姐借钱，然后说跟他爸要几万块钱，就是想跟他爸划清界限，就是他恨他妈妈，因为他爸和他妈一直吵架。
然后就是跟他爸一个交代，说有我了，跟他爸划清界限，可以说是井水不犯河水了吧？他们父女俩。你去了吗？我也没有同意去见他爸，因为他以前和我描述过，就是说他爸脾气不好，经常和他吵架。因为我有点害怕他爸嘛，因为这件事都是说也和我闹了一顿。刚才您说他提出了一个特别荒唐的要求，是结婚，对，是吧？那这里面其实分2层，是你认为他跟你提出结婚这个要求就荒唐呢，还是说他希望通过你跟他结婚这件事儿，跟他父亲划清界限，拿点钱出来这件事儿荒唐？我感觉就是结婚就特别荒唐。那个时候你们俩谈恋爱谈了多久了？那时候谈了有半年多了，他也一直看我手机嘛，然后看我和我男同事聊天，八卦一个女同事嘛。然后他看到就是气不打一处来。你和男同事说你的女同事怎么漂亮，你每天上班都在关注这些吗？但是你知道你这种你男同事在和你说，劝你说不要再惦记人家了，人家都已经有男朋友了，人家男朋友比你帅多了，比你有钱多了，你回了一句好白菜都被猪拱了，你不是喜欢他不喜欢我吗？但是主持人，我感觉和哥们儿一起八卦被男人这种心嘛都有，我感觉没有太过分吧，他就是对我动手，但当时我对他特绝望。然后没分吗？没有。为啥不分呢？因为我一直想包容他嘛，因为他对我挺好的。然后他后来就是说喝闷酒，自己喝还不行，就必须拉着我和他一起喝。我也喝不过他，他就一直老灌我，我就是1、2瓶吧，差不多。我脑袋感觉就是说不是自己的了。因为我就想让你陪我一起喝。前2天还可以，但是到后来我特别烦，因为他每天和我诉苦，喝酒的时候说他父母怎么样以前，然后说我怎么样嘛。他那时候让我心烦到，感觉我自己心里也特别压抑。那你这喝酒钱从哪儿来啊？他和表姐一直借钱嘛，因为就是说这小事也花不了多少钱。就是表姐借的钱是吧？对对。你现在是靠借钱过日子啊？没有完全靠借钱过日子。那只不过是后来是找表姐借钱，之前我是自己有钱的。然后呢？然后就是我说你出去上个班吧，然后做个兼职，他也是不去。甚至我烦到什么程度呢？主持人就是说我在单位上班，我说晚上加班我不回去了，他就去单位提溜我去。因为我想让他陪我，想和他在一起，所以说我就去那边找他。那时候我压力特别大，因为就有一个爱好，就是说踢球吧，和同事每周有个2、3天啊。然后他一直给我打电话，一直给我打电话，弄得我特烦。然后就是他感觉他特矫情，有时候矫情啊。他不是在市里租房嘛，然后半夜凌晨1、2点给我打电话，说他害怕睡不着。当时我主持人是因为这样，我晚上在家睡觉的时候，邻居家有一只狗，他那个狗老叫，然后导致我之后失眠，我睡不了觉。我想找邻居去说一下，我不敢去，所以说我就给他打电话，我说想让他过来帮我去说一下。主任，我就是感觉他这件事做得特别矫情，然后不理解我。对，然后主任还有一件事，就是我不是在房地产做销售嘛，然后我们公司就是说统一让我们微信头像换公司的 logo， 然后以前我头像是和他的合照，然后他就说我什么不爱他了，说让我换回来，说如果不换就分手吧。我感觉他。你换了吗？无理取闹。但是我们公司就是说统一要求的，然后我加很多客户嘛，每天。那怎么没分手呢？不想分手。那你灌他酒为什么呀？我灌他酒喝就是想让他陪我喝酒。那你为什么一定要跟他好呢？因为我很爱他呀，我接受不了和他不在一起。你爱他什么呢？我爱他对我的照顾，就基本对你100依100顺是吧？是。对，主任他说他就是说我以前多么好的依赖感嘛，但是现在我真的是给不起，我特别累跟他一起分手吧。所以说你现在也没那么喜欢他了，是不是？是。听听老师们怎么说吧，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再多的源自于天真的怦然心动，也抵抗不住你们现在性格不合的彼此消磨。我现在想跟男生说，他改不了，因为有一个词叫本性难移。他其实所有的性格，我们人的性格有的时候在婴儿时期就形成了。他是什么样的性格？他是不敢面对现实的逃避型人格。你可能不服气哈，我给你的这个定义，你要离开唐山去北京是一种逃避，你要以结婚的方式和你的父亲划清界限是一种对父女关系的逃避，包括你不肯去工作同样是一种逃避。你逃避这些压力
会给你带来更大的压力。你并不是不想去工作，只是你觉得你没有办法去找到你认为你喜欢的合适的工作，对吗？可能是。好，我为什么讲说是不敢面对现实的逃避型人格？邻居家的狗叫，我们正常人一定会去跟邻居沟通，但是你不敢，你要让他去帮你，这有什么不敢的？就我刚才说的这句话，和邻居交流一下很难吗？因为我喜欢他，我想让他来呀。不是这样的道理，你自己的事情，你都不去自己做。包括我在资料上看到，他是不是找工作也需要你去陪着他找？对，其实，在短片当中，你们已经很好的诠释了自己对这段感情或者对对方的定位。男生说他还可以，女生说他是我的唯一，他现在就是你的救命稻草，是你生命当中唯一的依靠。我们有的时候看影视剧，你会发现那个女生说喜欢那个男孩，是因为那个男孩在这个女生最困难的时期、最无助的时期出现在了她的生命里，但那不一定是爱，只是你现在抓不到别人。我们现在假设这个男生消失在你的生命当中了，你怎么面对这一切？你是不是需要自己去和你的邻居沟通？你的狗到底能不能不叫？你是不是需要自己去面试单位？见你的 HR 说能不能给我一份工作，我会努力为公司创造价值，你可以做到吗？我还是需要他。你看，就是因为你需要，但并不是代表你爱他。所以我希望女生你能够，我不是说让你改变你的性格，性格真的非常难改，但是你要面对现实，面对这个社会，面对人群，面对你自己的生活，承担这一切。没有人，除了你自己以外，没有人这一辈子会陪你走到最后。我们生而为人，注定是孤单的，需要自己去应对一切可能发生的事。我就想说，今天即使你们两个不分手，我也希望你能够独立地面对生活，面对未来。而对于男生来说，不喜欢就不喜欢，没关系。坦诚地跟他讲，跟他去沟通，不要再创建小号，跟其他的女生唠嗑，好吗？还说自己没错。如果什么事儿都没有，为什么不能在大号上聊天？不要当着我们这些过来人的面耍这些小伎俩，一点意思都没有。祝福你们，谢谢。谢谢老师。谢谢左岩老师。你为什么不想跟你父亲一起生活？因为不想吵架了，所以说就不想和他在一起生活。为什么会吵架？我认为可能是我父母离婚的原因。村上春树在《挪威森林》里面提到一口井的概念，他说人世间好像是一个荒原，很多人走着走着，突然之间又掉到一口很深很深的井里面，再也出不来了。这个时候如果出现了一个人看到你，他爱上你，想要拉你出来的时候，井里面的人会紧紧拉着他，到最后就变成了一种交织在一起的痛苦模式。这就是在亲密关系里面的互相伤害的一个模式。你们两个人形成一种亲密关系，这种互相伤害的模式，你和你的父亲一开始的时候也是一种亲密关系，慢慢的也变成了一种互相伤害的模式，其实是一样的。慢慢的再这样伤害下去，你们也会进入一种所谓的恨的模式。亲密关系里面的相互伤害分为几种，一种是可控的，一种是不可控的，还有一种是不自知的。我现在很担心你根本就不知道我一直在伤害某一个人，为什么呢？因为你斩断了自己所有的社会属性，你都没有社会了，你只有这一个人，所以你把对于整个社会的需求你强加在这一个人身上，你需要这个人承担起保护你、包容你、服务你、爱你所有的一切的功能。他承担不起这么大的压力，他承受不了这么大的压力，所以我给你最后的建议是，看清楚自己，明白怎么去爱自己，看清楚自己，明白自己怎么去和这个世界去沟通，这个可能比你需要这个男朋友，你更需要这个世界。谢谢。好，谢谢陆老师。我觉得男生现在根本就不喜欢，你用了几个词，他提出跟你要结婚，你是荒唐，同时你也烦。你之所以没有离开他，我觉得是出于你的内心的善良。
因为我也想让他改嘛，那种性格就是。你想让他改，请问谁能够让他改？是你吗？不是你。对，你在这里反而成了他改变自己的一个障碍，因为你承受不了啊，你是无法欺骗自己内心的，所以你才会有一个小号。那个小号才是代表你真正内心所想、所说、所爱的东西。你们这么在一起纠结的，一定是不可能幸福的。女孩，其实你用的一个很真实的想法，说我喜欢他，你也不是爱他，你真正其实爱的是自己，因为所有的行为都是让你自己从中能够受益。你可以自己关在屋里消沉，我觉得可能也有表演给他看的。你再不过来，我可要真出事儿喽。你想喝酒，喝酒为什么？就是可以暂时让你脱离到现实烦恼之外。你明知他喝酒不行，你还要惯他，你觉得这样的人会爱上你吗？那反过来说，你爱他吗？真正的，我觉得说，第一，先爱好自己，好不好？你的世界不能寄托在某一个人身上，你要真正让自己的温暖，让自己的善良，能够获得其他人对你的感情，明白吗？善良有的时候是非常厉害的一种力量，同时你要让自己独立起来，好不好？先分开一段时间，过一段自己的日子，你看没有他行不行？好不好？不要先给自己暗示说我不行，就这样。好，谢谢曲总，谢谢老师。好的爱情，彼此在一起，一定是共同成长的，互相借鉴。不管是感受到幸福，感受到温暖，都一定是往好的方面发展。但是你们没有，你在把它坠入漩涡之中。你没感觉到你全身都是负能量吗？不独立，离家出走，借钱过日子，你哪里有资格谈恋爱呢？你现在要做的是让自己的生活正常起来，而根本不是去谈恋爱，更不是找一个对你漫不经心的男人，以为他可以作为你生活的依靠，让你成为最好的自己。你们要是再这样下去，你们两人都在往下坠。你们分开是必然的，一定要分开。他做不到，你一定要做到。听见没有，女生？听见了。你过自己的生活，让自己的生活变正常起来。该读书读书，该生活生活，该找工作找工作。不要把自己满满的负能量肆意的挥洒。你赶紧逃得远远的，也过自己的日子去。先相安无事一段时间，找到自己生活的主旋律。祝你们平安。好，谢谢涂老师。谢谢老师。人一辈子最大的堕落和最看不到希望的事儿，就是放纵自己。知道什么叫放纵吗？就是我做什么事儿都能找一理由。第二个，我的不好是来自于我父母的关系不好，所以影响了我的生活。因此，我怎么活，你们都应该为我负责任，这才有了跟父亲之间的争斗和要钱，没错吧？没错。接下来更有意思的放纵在哪儿？因为我开始谈恋爱了，你就是我的了，所以我可以肆意妄为的给我所有的行为找到一个借口。你是一种很堕落的生活态度，太放纵了。其实才25岁，你的人生完全可以重新开始。我相信在你18岁或者19岁高考那年，如果在那个时候你碰到了一个能够激励你生活的人，可能你的日子是不一样的。所以25岁到这个年龄的时候，今天对你来说是一个人生的机会。但是你首先做的就是老师们说的，割断一段关系。其实你跟你父亲的关系大概是割不断的，你最想割断那个东西是最割不断的，这也是你不想割断的。但如果你学会了割断这种关系的话，你会发现生活还有另外一种方向和方式让你去尝试。这就是老师说的，你得先走出来。至于你嘛，错了就得认错，就得改，而不是在错误的道路上继续错下去。行了，剩下来的时间留给你们自己去思考吧。接下来一起进入真情60秒。我不想和你分手，因为我很喜欢你。你给了我一个依靠，还有依赖，我非常信任你。
你以前是对我挺好，我也想给你我那些依赖，可是我现在真的给不起了。跟你在一起，我感觉我特别的累，特别不自在，然后让我感觉压力也特别大。我现在很爱你，我不想离开你。我以前就是说想让你改一下你那个性格，但是那对不起，还是分手吧。我不想分手。我感觉就是我们俩就应该各自退一步，自己都静一静。就这样都是，正如老师说，对谁都不好。那对不起了，还是分手吧。谢谢两位，请回。来，请关门。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下载京韵 App 和万事达手机客户端，进入到天津卫视的直播聊天室，边看边聊。直播过后，也可以通过京韵 App、天津 FTV 网络电视、万事达手机客户端来收看本期的节目内容。我们来看看这一对，他们最终的选择是怎样的？请开门。还有话说吗？我现在我没话说了。好，谢谢你，请回。来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我们两个人结婚快10年了，慢慢的我发现我们的两个人的生活观念越来越不一样了。我们经常会因为这些事情争吵。我觉得我这近10年的时间里，一直都是他在当家做主。我很珍惜这份感情，一直让着他，他也应该适当理解我。这次不知道他是怎么了，就一直跟我对着干。我们两个人一说到这个事儿，就吵得不可开交。这一次我不会做出让步了，我希望他能理解我，让我也做回主。掌声有请这对夫妻，有请。杨先生42岁，来自重庆工人；李女士36岁，来自重庆工人。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啊！这小片里面跟讲故事的，还卖了个关子。这次这个决定，我一定不会让步。啥决定啊？就是我老婆准备在重庆再买一套房子吧。她要买房，你不让买是吧？这个是有一定原因。本来我在县城就有一套房子嘛，员工也一直供着。我们后来有个小孩，他就没上班了嘛，压力挺大的，我就跑到煤矿上班。在煤矿上班过后，我也把他带上去了嘛。就这样，感觉反正后来感觉压力大了嘛，孩子要用钱了嘛。他说我也到重庆上班去，我一个人在上面上班。后来半年左右，我就发生了一次工伤。在工伤期间，我就考虑啊，这个煤矿上班灰尘也大，危险程度也是很高的嘛，高危行业嘛，我就把煤矿的工作辞了嘛。辞了我也跑到重庆来跟他一起上班嘛。然后工伤过后呢，有一笔补偿费，补偿费下来过后，我老婆又把这个钱拿来买房子，因为我们是再婚嘛。你不结婚10年了吗？对对对，我们再婚10年嘛，就是42岁啊，32岁。对对对。啊，这怎么认识的呢？两家老人啊撮合认识的。啊，两家老人撮合的。那谈恋爱没谈啊？谈了1年。结婚的时候是谁主动提出来的，还是大家觉得不错？他提出来的呀。结婚的时候买房子了吗？结婚的时候就买了一套县城那套房子嘛。哦，就是结婚的时候在县城买一套房子。对对对。谁出的钱买的呀？一起买的房。等于夫妻双方的第一套房是在婚前2个人共同在县城买的，而且还有贷款，是吧？对对对。有了孩子之后，夫妻2人为了解决家庭的困难，丈夫就带着妻子到矿山去打工了。对。后来为了减轻家里的压力，妻子等于是到了重庆工作了。再之后，丈夫受了工伤，考虑到更长远的事儿，丈夫也来到了重庆。同时带来了一笔工伤补偿款。在这个时候，妻子第2次提出要求，要在重庆买一套房，在重庆上班嘛，大家都在重庆上班，小孩也在重庆，就决定在重庆买个房子嘛。就买房子，正好手里有钱，是这意思吧？哎，对。啊，买了吗？他买了，我因为珍惜这段感情嘛，珍惜这样婚姻家庭嘛，我离过1次婚了嘛，我也来之不易，我也今天我就拗不过他，我就让他买了嘛。买了。现在就是说买了个房子，离我们上班的地方又太远了，
啊，也不方便。现在就说我们商量就把那个房子卖了，我现在就说想把这个钱留一部分来当做我们预防家里突发情况的那个钱，拿一部分钱就说创个业做个小生意，或者把第一套房子那个房贷还了，这样家里生活不是轻松一点吗？现在听明白了，等于在重庆第2次牵扯到一个住房改善的问题。妻子的想法是在单位附近置换一套房，没错吧？对。丈夫的想法是说不能置换，咱这个钱应该有3个用处。第一个用处是把老家县城房子的贷款还了，对吧？对。第2个用处，他想给家里存一笔保障基金，是吧？对。谁要有个灾难的，他就用这个钱去支应，对吧？对。第3个投资方向就是要做个小买卖啊。他平时也不怎么出门，也不怎么在那个跟外面的人交际，不适合做生意。那做生意你不去试一下，怎么知道行不行呢？是不是？这一段我们基本用我们北方话说，这估计基本我们都听明白了啊。卖了房子，钱往哪儿投？这是第一个冲突。这房子卖了吗？现在卖了，房子都卖了。钱呢？还没到手。现在没到手。就是在商量买房子，我是要买房子，但是他就听明白了，这就房子已经卖了，钱快到手了，这钱怎么花？夫妻2个人闹矛盾了。好，咱把这矛盾挂在这儿啊。除了这套房子的矛盾，你们之间平常的感情怎么样？平常就是他性格比较内向啊，也不怎么关心人啊。我怎么不关心人呢？你好比你去年上班时候受伤了，去看病不是我背你去的。你说你背我，你怎么不说我那个受伤的时候，本来那个只可以挨1针的，你偏要让我挨2针？那我还不是本来想节约一点钱嘛，挨1针跟他挨2针有什么区别？就好比被那个蜜蜂蛰一下嘛，打1针不是就那感觉嘛？等于相当于打2针便宜，打1针贵，是吧？对，都效果都是一样的。妻子说老公抠，就这意思。我生病了，能打1针解决的问题，你为了省几个钱，你非让我打2针，是这意思吧？就是啊，你多200多块钱的事儿，他就让我挨2针。对儿子也这样吗？他对那个孩子也这样吗？孩子也是这样抠门。他2父女出去，女儿就提出来要买1瓶水怎么的，他都舍不得去跟他买1瓶水。那不是我舍不得，我手里没钱，我怎么去买啊？因为你看啊，我上班工资要还那个第1套房子的房贷，然后我们在重庆租房子，房租费、水电费都是我在交，然后交了过后，每个月还要拿1-2千块钱给他，我1个月就4-5千块钱的工资，我手里还剩多少钱？所以我现在就是不主张买这个，再买一套房子。就因为买那个房子，我都出去那个做兼职。每天都睡4-5个小时，你说他回来他怎么说？你看嘛，他还说就是你自己要买房子，你活该，谁听了舒服？你看嘛，他是不是这样嘛？一个女的都出去买供2套房子供起来，是不是？那个出去上2份班了。这个压力这么大，他搞得他去兼职，他叫我去兼职，我怎么去兼职？我在重庆做第1套工的时候是夜压工，那个必须注意力要非常集中的，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那个夜压工？反正都是几百吨、几千吨的冲床嘛，这样下来嘛，你如果注意力不集中，那肯定手就没了。听明白了，妻子觉得丈夫抠，丈夫是说我压根儿就没钱，这怎么又说回到房子上来了哈？你听嘛，就是等于2套房子闹的嘛，县城1套房子在月供，重庆1套房子在月供，是这意思吧？对啊。那现在重庆这房子不都卖了吗？不就拿钱了，不是好事儿吗？就是他钱卖了，他还想去买啊，我就不同意买嘛，就是现在就是在这里唠这个事情了。行。除了这房子之外，你们夫妻感情都好吧？像别人都过一下7夕节啊，过生日啊，像家人发个什么红包啦。因为我觉得我们都结婚10年了嘛，只要我心里有里面，我何必搞这些？你心里有没有嘛？肯定有啊。但是我就是感觉不到啊。他要给你发红包，你能感觉到吗？他发红包，我不是需要他发多少，就发个几毛钱也可以啊，就是心意问题嘛，就是他没有那种心意。听明白了。哎，你夫人花钱怎么样？他就是大手大脚，搞得我们是月光族啊。月光啊！哎，你们家这钱我听了，房子贷款你还是吧？对啊，我第1套房子贷款是我还嘛，房租是你交啊，然后还要每个月给妻子交1-2千块钱嘛。那你工资都没了？就是没了吗？我手里面是没钱了吗？你挣钱吗？我也在上班啦，我还在外面兼职啊。不是你1个月挣多少钱啊？也是4-5千块钱。你知道他1个月挣多少钱吗？我不知道啊，他不跟我说呀，就是。你看你还保密，所以还完这个重庆那套房子的贷款是多少钱啊？重庆这个都是1个月都是2600。我那个小孩他还要那个读书嘛，报一下兴趣班这些，
你要报兴趣班，我刚好幼儿园嘛，是不是？啊，1年级马上上1年级嘛，他就跟他报个什么钢琴班那个拉丁舞班啦。我说你这个本该学的都还没学好啊，是不是？小孩的兴趣就是从小培养的呀。那你1个月能剩下钱吗？家里？挣个几百块钱、1000块钱吧。哦，那为什么这个夫妻之间的这个账目不公开呢？自己工作自己。行，那个工资卡是办了他的信息嘛，我取什么钱，我用什么钱，那个到银行卡去取钱，他都知道啊。所以对妻子来说，丈夫的收入是一目了然；对于丈夫来说，妻子的收入是一点都不知道。还挺对账的啊，一点都不知道啊。行，那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啥呀？我就是想让他听我的，不买这个房子，让我们过的生活过得平淡一点，不要这样累。我就是希望他那个平时不要这么沉默寡言了，还有就是有上进心一点。就像我出去本来做兼职的一个女的是吧，我就希望她也出去挣一份兼职，多挣一点钱。就说做兼职这个事嘛。本来就可以像我都那么辛苦了，你看到我那么辛苦，你自己也上进一点啊。你像做兼职这个，我虽然第一份工在重庆第一份工作是夜工，后来我就辞了嘛，我看那太危险了嘛，我辞了。我现在在那个快递公司，我上白班的话就是晚上3点钟上到中午11、12点。我下了班，他叫我去送外卖的话，我那个送外卖要骑个车子嘛，要下班马上就去送外卖了，是不是？休息一下是吧？你休息，你中午12点就下班了，你回来休息一下。晚上5、6点钟饭点的时候，你出去送个2、3个小时的外卖就可以了呀。哎呀，因为我就可以不出去做兼职了。现在小孩在重庆都是我们在带，因为家里面都没有人。不是，咱这现在钱够花吗？你不怕把他给累死了？夜里3点钟上班，上到中午11点多下班，回家12点钟开始睡觉。睡到个5点钟起床，再去送外卖，这不就人累死了吗？就送个2、3个小时就可以了呀，因为我还不是每天休息15个小时啊，一个妻子都这样了。那咱别让孩子上什么钢琴班、拉丁班，就正常学不就得了吗？但是我也不想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上嘛。所以其实对你们俩夫妻来说，过什么样的日子，看来不能达成共识，是吧？他来的目的是希望妻子改变投资方向，对吧？对。妻子来的目的是说，希望丈夫能够换一种方式跟她相处，是这意思吗？哎，对，肯定是要在重庆有安定的家嘛，才有那个安定的生活。所以你是一定要买房的是吧？肯定是要买的。现在这个房子卖了的钱，再去买你想买的房，还需要添钱吗？肯定要贷款。哦，本来这套房子卖了以后，在丈夫的心目里面，日子可以过得踏实一些了，是吧？对。但是如果按照妻子的投资方向的话，家里面等于又有了新的贷款或者叫债务，是这意思吧？就为这事儿打不下来了，是吧？这次是谁要来我们这节目呢？是我说的。来这节目，老师们裁判完了以后，你听吗？假设裁定是对你不利的裁定，当然我们不会裁定啊。我也。那你跑这儿来干嘛呀？就是希望，各位劝一下他，对家庭有责任感一点。他那个生活态度啊，生活就是要对家庭挺有责任的吧？就是希望他积极一点嘛。还要怎么积极呢？你们俩谁挣的钱多？因为我带孩子，肯定我没挣钱啊，他在上班。啊，老婆辛苦吗？老婆肯定辛苦，带孩子我知道那个事情。这就行了嘛，这还要什么嘛？比大多数夫妻已经好太多了嘛。现在其实就是一个生活方式，这个我觉得挺有代表性的，就是我们到底选择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对孩子的教育到底采用一种什么样的态度？你们听听老师们的不同思路好不好？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你们两个从消费观念到生活观念，到对未来的规划观念，完全就是不同的。我事实上不太知道你们两个人是为什么会在一起的，因为夫妻之间消费观是非常重要的。某种程度，夫妻之间也是在合伙开公司。我们挣来的这个钱是2个人的，我们未来的这个投资方向，我们的经营理念，我们这个钱到底要怎么花，一定是2个人相互协商完成的。但是你们两个不一样，不仅仅是买房子这种大事上不一样，孩子是否应该上课，应该学习，到底应该花多少钱，买衣服应该花多少钱，喝水应该花多少钱，你们两个完全都是不同的。女生是冒进派的那一种，就是我这个钱是挣出来的，男生是保守派的，钱是省出来的，所以这就是矛盾的关键点。我非常理解男士，因为我听起来
基本上这2套房子的房贷都是您一个人在还。第二套房子不是，第二套谁？第二套他还，但是你付2000多块钱给他嘛，对吧？对。不管他是用来生活了，还是用来还房贷了，具体他剩多少钱你也不知道，是不是？对。所以先生会理所当然的觉得，如果我再买房，这个压力还是我的。对对对。那女士呢，就是没有体会到她的这种感受。我其实想跟女士分享的是，一般来讲，我们觉得房产，无论是房贷还是房租，应该占到收入的30%，生活质量会比较高。你们自己去算，你挣了多少钱，在房子身上花了多少钱每个月，你是否还有足够的开支去应付你的生活？再来第2点，关于孩子要花多少钱，我的生活要花多少钱，我的态度是多有多花，没有少花，甚至不花。怎么样日子都是可以过的，但是要量力而行。而作为女人，婚姻幸福的秘诀其实是知足。很多的年轻人，他们在为自己的第1套房而奋斗和努力，但是你们2个竟然为了第2套房打到我们这儿来了，我觉得是一种不知足的表现。家庭是幸福的，夫妻2个人是在一个城市工作和打拼的，孩子是乖巧可爱的，未来是无限可能的。所以当我们怀着一颗感恩和知足的心去看对方和彼此的时候，一切都会显得更加的简单。祝你们幸福，谢谢。好，谢谢德言老师。我想先理清价值观的问题，就是你让孩子去享受了是你们的这个家庭条件供养不起的东西，那么未来他享受不到怎么办？未来和他一起享受过那些东西的那些人有更好的享受了，那你的孩子又怎么办？这个会给他造成将来的一个心理上一个很大落差，反而对他的成长是不利的。所以我觉得让孩子来认清自己的家庭环境、家庭的经济是怎么样的，现实是怎么样，我觉得是很重要的，这才是真正的教育。这种教育比他学拉丁舞重要多了。然后接下来说你们2人的问题，你们真的是家庭经营权的问题。我一直认为家里谁管权和家庭经营权谁是可以拆开的。管钱的是会计和出纳，你可以管钱没问题。他现在认为我也可以经营一下家里，给他3年时间让他试一下，3年他管得好就让他继续经营这个家，3年他经营不好那就按照你说的来，很简单嘛这件事情。谢谢。好，谢谢陆琪老师。来，徐总。女生啊，为什么选择他呀？当时是他比较勤快。勤快可不一定意味着能够挣到大钱。你有一段失败的婚姻，是吧？有孩子吗？在那段婚姻里头？也有。有，那你需要每个月给他一些费用吗？也会。那你在上一段婚姻里头有没有孩子？有。你需要现在每个月要支付他什么费用吗？是啊。好，你就在这种情况下，以他的工作，以他的能力，他能给你挣大钱吗？我觉得他那个生活态度。什么态度？就是主动一点。主动干什么？主动挣大钱，对吗？对。那你爱他吗？这就回到我刚才那个问题，你为什么选择和他在一起？我可以这么告诉你，如果你选择跟他在一起，看重他勤快，勤快背后就能够兼2份工作，并且能够把工伤的钱用于投资来挣到大钱。如果是这个逻辑的话，你并不爱他。他从事的工作受了伤，拿了那个钱是做投资用的吗？他为什么要把这个钱要还掉那个之前贷款？是为了让今后的生活更加的稳定安全，因为他曾经吃过这样的亏。我真想不通，在这种情况下你还要去买房，而用他工伤的赔付款啊！我相信你的工伤可能有一定的后续的影响，你凭什么打这个钱的主意？所以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愿望，但是能不能切合实际？尊重对方，爱对方，能够让这个家庭能够共同的健康的行走，那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诉求，不是不切实际的，甚至于不顾他的身体。有了工伤的丈夫还要让他去兼职，他有休息的时间吗？我听起来心里很凉啊。好好爱这个男人吧，是不是？好，谢谢曲总，谢谢。他是不是把你说的很委屈啊？委屈什么呢？
因为都是在为这个家过得幸福一点嘛。他第一次工伤的时候啊，你是什么心情啊？也挺忐忑的。忐忑什么呢？因为还是感觉到那个煤矿工作不安全。那既然他第二份工作又有危险，你又让他去做一份体力活儿，你就不忐忑了吗？我们又没有权利，也只有靠那个劳动双手挣钱呐。我呢是既同情男人，我也理解女人。女人都想要一个窝，男人都想活得轻松一点。昨天我一个朋友走了，45岁，他也算是个成功人士，突然之间就得到他走了的消息。这时间突然之间感觉太匆匆了，你知道吗？就跟我们差不多年纪嘛。就这个年纪，上一刻你还在屏幕面前、荧光灯下，下一秒他就离开这个人世，你不忐忑吗？我也忐忑呀，但是那个人的生命谁能预料？如果你说到这一点的话，在你说这句话之前，我还理解你。但是当你反反复复地说那有什么办法，那我就觉得你有点残忍。是，你也辛苦，但你真的没有他既辛苦又那么危险。你有真正的去了解过矿工的生活吗？如果没有了解，去读读那本书《平凡的世界》。也许他因为文化程度不高，他很难向你表述他在工作的时候的那种高压状态，不能开一丝小差，时时刻刻要绷着的那种状态。你应该尝试的去理解，去了解他内心的想法。但你怎么可以每次都用没有办法？什么叫没有办法？当然是有办法。就像陆琪老师所说，你可以不给孩子报那个班，那不是必要的，但命是必要的。之前我说我理解你，但当你反反复复说这一点的时候，我真的你觉得你有点残忍。你难道真的希望说将来他按照你的想法，既做这个又做那个，然后死乞白赖的帮你还完了一套房贷，再重新又支出了一套房子，然后你能看着他倒在路上，你就高兴了？其实人活得越久，越觉得最幸福的就是平安。其实表面上是买房的问题，即便买了房，将来你们还会出现很多问题。因为我觉得你的价值观是喜欢比较的。既然你说了一句没有办法，那我希望待会儿60秒的时候，丈夫也跟她说一句没有办法。我也没有办法，我拼不动，我怕了，成吗？就这。对于丈夫来说，卖掉的那套房子既有自己的血汗钱，又有自己未来的养老钱，对吧？又有让自己安全的钱，那是一种对生活的期许。对于妻子来说，那笔钱买了房子，可能比让丈夫去投资，她更踏实。对于丈夫做买卖这件事儿，心里没底，对吧？我知道先生的无奈，我也知道妻子的无奈。我倒觉得孩子上不上那些舞蹈课，我同意陆琪老师的说法，那都可以停，让他好好读书，好好明白生活的道理最重要。我不知道你们在有的时候会不会也挺后悔说，我在这么一个环境里我没有好好读书。那会儿如果有条件让我读书，或者我努力读书了，今天我的生活不是这样。我们换位思考，在一个家里面就是这么一个状态，而且他自己有一个非常坚固的逻辑。他的逻辑是我也在拼命。一个女人一天睡2到3个小时，其他时间都在工作养活一个家，容易不容易？所以我想她也是有委屈的。每个家庭的情况都不一样，但是要记住，要对跟自己在一起生活的人好一点，对自己要好一点。其他的我觉得就没什么，你们自己琢磨这点事儿。先生也是来琢磨这点事儿。如果一定需要，就是掰不开的时候，有的就是互相妥协嘛，换最小的方案。我倒建议说，你实在不行，2套房子都卖了，然后拿这钱再置换一套小房子嘛，你置换一套小房子嘛，留一笔钱下来让你去折腾去做嘛。
这家得往前走啊。那做买卖万一败了呢？所以你想清楚，到底要什么样的生活，对身边的人啊，咱们都好一点。还有一个是对自己也好一点。丈夫啊，你要想清楚，如果投资失败了，应该怎么办？接下来时间留给你们，一起进入真情60秒。我听了评委老师的话，想回去就是重新规划一下，我今后应该怎么生活，反正多理解一下他嘛。其实老婆，我本来就是一个不会花言巧语的人嘛，我相信你知道。其实我也挺珍惜这份感情的，毕竟我们都是为失去之回，我希望毕竟我们还有一个7岁的女儿，我想我们能继续把这个家庭维持下去。别这样啊，你得往好处里面去想。今天说到一个特别深刻的话题啊，关于生活和生命的一个话题，就在很短的说1分钟啊。我的记者生涯里面经历过2次生死，擦肩而过，一次是洪水，一次是炼油厂的大火灾。因为身体健康的原因，我病危通知，与死神擦肩而过。2年之前。我知道这个心理的恢复需要一段时间，我大概用2年的时间不再害怕了。我觉得你要积极的去构建自己的坚强，就是你是受了伤了，但是你比那些比你更严重的人是幸运的。未来要小心，而不是说我因为受了这个伤我就裹足不前。人不是靠别人的同情活着的。对于妻子来说，你要考虑。这是一个有这样生死经历的人，所以对他来说，比别的男人可能内心会更脆弱。你除了需要照顾他，还需要重新帮他建立起所谓坚强和坚定的生活信念来，这个都很重要。所以我一直讲这个东西是相互的。行了，谢谢2位，请回吧，谢谢你们。来，请关门。在我看来，中国男人大多输不起啊！我们愿意用传统的方式来包装自己。这句话就是“男子汉出了问题要自己扛”。可是这个时候，你把你的另一半当做了谁呢？我觉得宁可坦诚地告诉他，接受他的痛哭流涕和给你的一个耳光，说你没出息，也不能把他当作外人。因为坦诚，才可以找到扶起你事业和家庭的另外一只手。下面让我们来看一看这对夫妻的选择，请开门。回去之后啊，多跟老公聊一聊。我历经了2年那种心理煎熬之后，倒回头一看说，原来人真是可以那么怕死的。丈夫你也要坚强，对于妻子来说一定要理解，好吗？来，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来，我们见证属于这对夫妻的浪漫时刻。
爱情保鲜剂。有网友提问说，我和我老婆结婚20多年了，家里的财政大权呢一直在她手里，我每个月只有几百块的零用钱，平时想买点什么都得经过她同意。如今呢，我快退休了，就想享享清福，想吃什么就买点什么，想玩什么就玩点什么。但是呢，她现在管得更加严了。我觉得我已经退休了，并且呢，他也说我用不了这么多钱，以后没事儿就在家待着吧。我该怎么办呢？我建议好好的和他谈一谈，告诉他你心中真正的想法。其实良好的沟通是我们中老年夫妻尤其是退休夫妻最重要的保障。好好聊一聊吧。再一次谢谢现场以及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